听说你爸死了，欠了一屁股债，就你这破落户，也不照照镜子看自己配不配？我没忍住，将手里满满一盘子奶油蛋糕拍在了他胸口。你没资格提我爸！下一秒，他崩溃的尖叫声响了起来。我看到保安已经小跑着朝我这边过来，姚素脸上带了怒气看向我，可很快却突然转成了楚楚可怜。因不过是帮我说了几句公道话，你又何必欺负人呢？好大一朵白莲花！保安赶到之前，我先落入了一个温暖的怀抱。老板不知道什么时候走过来的，此刻正将我搂在怀里。他对红裙女人说道：“我的女伴开的玩笑，你应该不会介意吧？”我怀疑他在威胁对方，可我没有证据。女人敢怒不敢言，只瞪着他。你居然还这么护着这个女人？你想过素素的感受吗？在他身边，姚素双眼含泪看着老板，老板只冷冷吐出了4个字：关他屁事。姚素和女人都愣住了，老板搂着我就走。我小声问他：“老板，他毕竟是你未婚妻，你这样会不会不大好啊？”什么未婚妻？老板皱眉，突然想到了什么，气笑了。你从哪里听的小道消息？我连忙将头低下。老板顿住脚步，回头警告姚素，不要再有任何我跟你订婚的消息，否则姚氏就准备破产吧。生气的老板果然很可怕。姚素跟她那位闺蜜脸都吓白了，因为宴会的小插曲，这几天我忍不住又思考起了新的问题。5年前我参加校园演讲拿了2等奖，就约了老板。哦不，那时候我还叫他博以晨，就约了他庆祝，一起吃晚饭。那会儿我正追他追得紧，一丁点小事都会拿出来当借口约他吃饭庆祝。在吃饭之前，宴会上那个红裙女人找到了我，她告诉我，她的好闺蜜素素跟博以晨是世交，双方父母早就为他们定下了娃娃亲，让我这个第三者滚远点。所以吃饭的时候我就蹲喝酒，博以晨不许我喝我就闹，没想到他一气之下端起酒瓶就把剩下的自己喝了。他喝醉了，迷迷糊糊的说了句：“素素留在我身边。”我此刻躺在酒店的床上，脑子很乱，非常乱。就在刚刚，我睁开眼，却发现我整个人居然躺在我老板的怀里，手还不老实的放在人家的8块腹肌上，也不知道占了多久的便宜。再一低头，发现我自己也是不着片缕，身上到处都是不可说的痕迹。傻子也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我倒吸一口凉气，我居然睡错了人。我只思考了1秒，就决定在老板醒来前偷偷溜走，假装无事发生。刚穿好衣服准备离开，身后老板的声音传来：“怎么睡了就想跑？我昨天喝多了，对不起。”我立马鸵鸟心态，撒丫子往门外跑。打开房门出去的刹那，我听到老板的声音再度传来：“的确是喝多了，连我名字都叫错了，钱苏苏，下次别再叫错了。”我啪的一下关上房门，根本不敢看他。我当然不敢看老板，因为我昨天敲开酒店房门，想要表白的人不是他，而是我暗恋了2年的男神。男神跟我在同一个项目组，这次是和老板一起出差。昨天他邀请我晚上一起喝一杯。我的怨种闺蜜知道后，立马表示男神这是在暗示我可以更进一步了。在他的怂恿下，我决定先喝几杯，然后酒精壮胆去表白。结果我高估了自己的酒量，不仅敲错了房门，还把老板错认成了男神。我本来抱着侥幸的心理，觉得老板估计也不会记得我，可他那句钱苏苏一出口，我就知道我完了。公司规定不许搞办公室恋情，而我比办公室恋情更严重，居然直接搞了老板。我这工作威仪。回去的飞机上，老板坐头等舱，我跟男神坐经济舱，但我现在无法直视他。苏苏，你不舒服吗？男神见我脸色不大好，体贴询问。我摇摇头，不敢告诉他我不是不舒服，而是心虚。而且我现在还得好好想想，怎么跟老板负荆请罪，让他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不要开除我。这时，李秘书从头等舱过来，对我说：“我跟你换个位子啊。”李秘书是陪着老板坐头等舱的，我悟了，老板这是等不及回公司处置我，要在飞机上就宣布开除我，只等我一下飞机就立马滚蛋。在男神复杂的目光中，我带着满腔如同壮士断腕的悲壮感去到了头等舱。我战战兢兢在老板身边的位子坐下，老板正闭目养神，似乎没发现我到了。我决定做点什么，讨好老板。我问空姐要了一条毛毯，然后小心翼翼往老板身上盖去，心里想着老板醒来发现员工这么贴心，应该不好意思要开除了吧。但我高看了自己的运气，飞机突然猛烈晃动了一下，抖得我整个人都往前扑去，手中的毛毯十分精准地落在了老板的脸上，几乎是一瞬间，老板就接下了毛毯，满脸怒气。我要怎么跟老板解释我是想关怀他，而不是想谋杀他？不料看到我的瞬间，他恼怒的神色突然变成了玩味，倒也不用这么着急吧。我闹了个脸红，恨不得给飞机开个口跳下去，还不起来。老板挑眉看我，我这才反应过来。正当我起身时，隔壁忽然出声：“博以晨，好久不见，有八卦。”我立马抬眼去看，只见隔壁坐着一位长发及腰、肤白貌美的美女。美女看着老板欲言又止，眼神里写着我很想你。就这么扫一眼，都能看出这美女是个跟老板门当户对的千金。之前看采访知道老板心里有个白月光，是从少年时期就喜欢的人。难道那位白月光就是眼前这位美女？我立马脑补了一出老板与白月光因为误会分开，白月光出走多年，老板独自疗伤的戏码。原来老板喜欢的是这款啊！老板脸色沉了下来，却不是对他，而是对我。你乐什么？完了完了，吃瓜被老板看穿了。老板突然一只手掐住我的脸，扯着我左右动了动。我余光看到隔壁美女脸都要气绿了，使劲给老板使眼色，别勾引我，现在不方便。隔壁美女的脸似乎更绿了，我担心了好几天，但老板好像并不打算追究我睡了他这件事。我松了口气，但是莫名有些烦躁，怕飞机上换座的事会让男神对我和老板产生误会。我找了机会，在茶水间无人的时候拦住了他。我跟老板之间是清白的。说完却想起酒店那一夜，顿时又有些心虚。我跟他没事，你不用跟我解释。男神开口，依旧是他常用的温柔语气，连解释都不愿意听了，是不是？可下一秒，男神却伸手轻轻拍了拍我的脑袋，声音听起来更温柔了。我相信你，你不是那种抱老板大腿的人。说完，男神还冲我笑，呜呜，不愧是男神，好帅。走出茶水间后，不由看了眼门口，刚才是不是有什么人来过？我手里拿着咖啡，准备溜达回工位，一只手突然从我身后拍了我的肩头，我吓得手一抖，回头一看，就见到了李秘书。我隐约觉得不妙，果不其然，李秘书开口说道：“老板的生活秘书有事请假了，这几天你先顶上。”为什么是我？我大为不解，我又不是秘书处的。李秘书一副看死人的眼神看着我，往我怀里塞了张作息表，说：“这个问题你应该去问老板。”我哪敢问？我认命看起李秘书给我的老板作息表，顿时感觉窒息，只想真诚地问一句：“老板，你还是人吗？”早上7点，我顶着硕大的黑眼圈来到办公楼的顶层，我们老板豪华大平层的家。我一边榨豆浆，一边感慨生活助理不容易。7点半，我准时为老板奉上了精心制作的早餐，豆浆、煎蛋以及一份蔬果沙拉，很好。老板戳了戳鸡蛋，老了，明白，马上重做。生了，继续做，太丑了，我在做。在我送上第6个煎蛋时，老板总算满意的吃完，他擦了擦嘴，对我说道：“其实刘秘书平时都是直接订好早餐，叫店家送来。”不早说，我正要说明天我也订餐，就听老板又开口：“不过你这种也不错，那就保持吧。你杀了我吧！”我怀疑我要晕倒了，然后我就真的晕了过去。等我醒来，我发现自己在老板的顶层豪宅里。我打开手机，才知道是有人在公司内网上传了我跟男神在天台拥抱的照片。很显然，这不是针对我的，是针对男神的。老板从外面端着粥进来时，我对他说：“我跟李慕博什么关系都没有。有人嫉妒李慕博，想用办公室恋情害他被开除。我知道。”老板脸再次黑得像锅底，事情已经查清楚了。你知道，那你还生气？我无语。老板看起来气鼓鼓，我不喜欢别的男人抱你，而且你醒来第一件事就是为他说话，我更无语了。老板，你好幼稚，你之前对我说的理由我不接受。我既然回来了，你就别想逃。从今天起你就住这，反对无效。我跟阿姨说过了，阿姨同意了。不是吧？我妈把我卖了？别瞎说。老板有些无奈，你这几年过得太拼，身体快被掏空了，阿姨很担心你。况且，如果你真的不喜欢我了，怎么2年前我刚回国你就立马跳槽来了这儿？末了，老板对我说，这2天好好休息，2天后你陪我接待一个重要客人。早就听说公司要接待一个这几年兴起的公司的负责人，但我没想到老板会亲自接待，更没想到
老板会让我陪同，于是我今天特意穿了高跟鞋、西服外套和西裤。我先去了会议室，检查一下准备的怎么样。这时，前台领着那家公司的负责人进来，见到对方的一瞬间，我彻底失控，我冲上去，对着对方的脸就一顿挠，吓得前台捂胸口连连后退，奔跑着去叫人。我死死揪住那个男人的衣领，是你这个骗子，当初就是你骗了我爸，让他替你做担保，你自己跑了，你竟然还敢回来，我爸就是被你害死的。男人和我扭打到一起，动静闹得很大，很快就有人赶来。我看到老板冲过来，一拳将对方打倒在地，随后死死抱住我，我哭得不能自已，几乎快断气。老板一直抱紧我，苏苏不怕，有我在。公司的保安围住了出口，不一会儿警察就赶到了，将那男人缉拿归案。短短1周进2回警局，这一定能写进我的辉煌史里。没吃早餐，我一动不敢动，机械式点头。老板皱了下眉，跟我进来。事情的发展有点出乎我的预料。此时此刻，我正坐在老板办公桌前，吃着李秘书亲自为我买来的螺蛳粉。李秘书面无表情，螺蛳粉味道难散，所以我没让老板放酸笋。应该的。我一边认同，一边不由回头看了眼站在落地窗前眉头紧锁的老板，不知是不是感应到了我的目光，老板突然回头，我一个机灵，赶紧低头嗦粉。李秘书走后，老板走过来，没吃早饭为什么不说？老板，您这话问的，我不是为您服务去了吗？我回答，我忘了。老板不吭声了，可我又忍不住嘴贱，老板，你为什么要李秘书给我买螺蛳粉啊？你不嫌它味儿了？老板没有回答我，屋子里只剩下我嗦粉的嘶哈声。等我一碗粉见底，老板却突然开了口，你喜欢？我下意识的嘴贫，我还喜欢钱呢。等我反应过来时，老板的脸已经黑成了锅底。造孽啊！我在心里给自己点了3根蜡。就在我担心再伺候下去老板会一怒之下开除我之时，原本的生活秘书回来了。我如释重负，回归部门社畜生活。午休时间，我来到天台吹风啊，这美好的独处时间，我就知道你在这里。身后传来男神的声音，我诧异，你怎么上来了？我记得男神一向不爱上天台。男神点头，刚经理通知我下午出差，走之前我有话想跟你说，只是他还没说完，我的手机突然发出一声我这怒放的生命，响彻了整个天台，居然是老板。我示意男神晋升，赶忙接通，好的，我马上来。挂断电话，我抱歉的看了眼男神，不好意思，老板找我想说有什么话等你回来说，没事，你快去吧，我回来以后再跟你说。男神真是好体贴一男的，进去换上。我低头一看，手上居然是一件墨绿色礼服。老板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下午我有个商务宴会需要你办，你跟我去，这种事应该让你未婚妻陪你出席比较好，我何德何能？少废话，进去换。老板不给我拒绝的机会。等我换好衣服，我也注意到了一副正面朝下被反盖在床头柜上的相框，鬼使神差的，我走过去将它拿起来看了眼，顿时吓得心脏都快停了。相框里的照片上是穿着高中校服的老板和我，他低着头看着他身侧笑成傻狗的我。在去宴会的车上，我安静如鸡，正在思考3个问题：1、照片是哪个狗日的同学偷拍的，把我拍得这么傻；2、为什么我现在的脸比那时候胖一圈；3、刚才我怎么就没拍下来呢？那样我就可以给闺蜜看，我那天说的都是真的。毕竟我手里存的照片早就5年前就全部删光了，尸骨无存，无法证明。等会到了现场，不要露出这么呆滞的表情。我从老板平静的语气中听出了浓浓的嫌弃。我点头如捣蒜，老板放心，一定不给公司丢脸。老板看着我，你一定要这么跟我说话吗？我不解，你是老板，我不这么说，应该怎么说？相信我，我满脸都写着求知若渴。算了，老板撇过头看向窗外，再也没有和我说一句话。我抚了抚胸口，觉得心脏好像有点疼。等到了商务宴会，我发现老板其实也没那么需要女伴，他就让我自个儿去吃吃喝喝，他去应酬。我一边吃着自助小蛋糕，一边看着不远处游刃有余的老板，打从心里感慨，老板这个人还真是从小到大的盘正条顺，居然真的是你，我还以为看花眼了呢。对方踩着8公分的高跟鞋，长发如瀑，一看就是含着金钥匙没感受过人间疾苦的大小姐，正是之前在飞机上遇到的那位疑似白月光。你好，我冲他笑了笑，你跟薄以晨、素素，你跟谁说话呢？这时穿着一袭红色的低胸吊带开叉长裙的女人走了过来，一见到我脸色就变了。5年前我就警告过你，让你离薄以晨远点，那会儿你假模假样离开装的还挺像，现在居然又不要脸的贴上了。女人颧骨很高，说出来的话果然刻薄。我告诉你，现在素素已经回来了，他们门当户对，薄以晨未来的妻子只会是他，你这癞蛤蟆趁早消失，别到时候自取其辱。原来白月光就是姚素。姚素立马拉住闺蜜茵，算了，这是我跟薄以晨的事，不能算了。她说，听说你爸死了，欠了一屁股债，就你这破落户，也不照照镜子看自己配不配。我没忍住，将手里满满一盘子奶油蛋糕拍在了他胸口，你没资格提我爸。下一秒，他崩溃的尖叫声响了起来。我看到保安已经小跑着朝我这边过来，姚素脸上带了怒气看向我，可很快却突然转成了楚楚可怜。茵不过是帮我说了几句公道话，你又何必欺负人呢？好大一朵白莲花。保安赶到之前，我先落入了一个温暖的怀抱。老板不知道什么时候走过来的，此刻正将我搂在怀里。他对红裙女人说道：“我的女伴开的玩笑，你应该不会介意吧？”我怀疑他在威胁对方，可我没有证据。女人敢怒不敢言，只瞪着他。你居然还这么护着这个女人？你想过素素的感受吗？在他身边，姚素双眼含泪看着老板，老板只冷冷吐出了4个字：关他屁事。姚素和女人都愣住了。老板搂着我就走。我小声问他：“老板，她毕竟是你未婚妻，你这样会不会不大好啊？”什么未婚妻？老板皱眉，突然想到了什么，气笑了。你从哪里听的小道消息？我连忙将头低下。老板顿住脚步，回头警告姚素，不要再有任何我跟你订婚的消息，否则姚氏就准备破产吧。生气的老板果然很可怕。姚素跟她那位闺蜜脸都吓白了，因为宴会的小插曲，这几天我忍不住又思考起了新的问题。5年前我参加校园演讲拿了2等奖，就约了老板。哦不，那时候我还叫他薄以晨，就约了他庆祝，一起吃晚饭。那会儿我正追他追得紧，一丁点小事都会拿出来当借口约他吃饭庆祝。我11岁就认识他，在他屁股后头追了10年，对他还是很了解的。他这个人高冷的要命，但又有些传统，只要是打着庆贺这种正儿八经的事的名义约他，他准会答应。在吃饭之前，宴会上那个红裙女人找到了我，她告诉我，她的好闺蜜素素跟薄以晨是世交，双方父母早就为他们定下了娃娃亲，让我这个第三者滚远点。我当时其实是不信的，只是心里还是有些不舒服，所以吃饭的时候我就吨喝酒。薄以晨不许我喝我就闹，没想到他一气之下端起酒瓶就把剩下的自己喝了，我惊呆了。要知道薄以晨的酒量极差，基本上就是1杯倒。他喝醉了，迷迷糊糊的说了句素素留在我身边，我当时鼻头就酸了。我想过和他的许多种可能，唯独没想过他心里早就有了人。但宴会的事却让我忍不住想到了另外一种可能，当年他嘴里的素素会不会喊的是苏苏呢？讲到这种可能，我感觉我胸膛里仿佛有万古齐鸣。到了周末，我买了一束白色的小雏菊，拎了几块老婆饼和一保温杯泡好的绿茶，前往了郊区的墓地。这些都是我爸喜欢的。每年的这个时候，我都会来祭拜我爸。我将东西摆在墓碑前，看着墓碑上我爸笑得灿烂的黑白照片，对他絮絮叨叨着生活的琐事。我告诉他，爸爸，最后一笔欠债这个月我还清了，以后我们全家就无债一身轻了。我准备下个月开始自己负担妈妈疗养院的费用，不用再劳烦你那个在国外的好朋友了。可惜人家帮了我们这么多年，却连个电话都没通过，只能靠邮箱联络。我顿了顿，又说，我准备多攒钱，到时候看能不能把咱们家最早买的那个老房子再买回来。咱家以前的别墅你可就别指望我了，我没那个本事。说完，我冲着墓碑笑了笑。我摸了摸自己的眼角，没有再摸到泪。父亲去世的第5年，我开始慢慢接受这个事实，不会再轻易落泪了。从墓地出来，我就直奔疗养院去看望我妈。我爸去世那年，家里遭遇巨变，原本富裕的家庭变得一贫如洗，还欠了债。我妈是个柔弱温柔的女人，几乎是
一下子就倒下了，他身体也依旧很差，于是住进了现在的疗养院。当年幸亏有爸爸在国外的那个好朋友帮忙，不然当初你的手术费还有这几年疗养院的费用，家里根本支付不起。我一边给我妈削苹果，一边说着我的打算。我给那个叔叔发了邮件，让他不用再给医院汇钱了，下个月开始我可以自己负担你的疗养费了。等我再攒钱，就逐渐把这几年他垫付的费用都还给他。只见我妈张了张嘴，过了会儿却只说了个好字。离开病房的时候，我总觉得我妈今天有些欲言又止。离开疗养院之前，我还是拐到去了缴费的地方，告诉工作人员下个月开始我负责缴费，如果国外有汇款进来，仅退回去。结果工作人员却告诉我，可是你母亲的医疗费都是按年交的，今年的已经交过了。按年？我错愕，我从来不知道是按年，明明我妈告诉我那个叔叔是每个月汇款过来的，我总觉得哪里不对，于是立马问他们要了我妈1年的疗养费账目，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，账单上明明白白写着我妈1个月的疗养费竟高达3万，不是5000的吗？我吓到了，5000是最开始的那2个月，那是我们这儿的最低档，但是你母亲住进来2个月后就已经升到最高档了，2个月就升了，也就是说我一直以为我只欠人30万垫付费，其实欠了180万。我两眼一黑，转头就去找我妈。一进病房，我妈像是知道我要问什么，先开了口，替我付手术费和疗养费的人其实不是你爸爸的朋友。第一句话就让我愣在了原地，我愣开口，不是我爸的朋友，那是谁？妈妈看着我，眼里有心疼，也有歉意。她说是小陈。我双腿有些发软，我妈嘴里的小陈只有一个人，薄以晨。我妈嘴里的小陈只有一个人，薄以晨。回去的路上有些魂不守舍，脑子里一直回想着我妈跟我说的话。她说小陈当年在国外知道了我们家的事，打电话给我，她说你生他的气，不肯再理他，叫我不要告诉你。我当年跟你说房子卖了筹到了钱还债，其实是小陈将他从小到大所有的积蓄给了我，他还特意嘱咐我说你需要有一个理由好好活下去。他还说小陈在国外过得也不容易，他将积蓄给了我之后，我原是不肯让他垫付疗养费的，可是他说他在国外有高额奖学金，还能靠本事兼职赚钱，他让我一定要鼓励你完成学业，好好生活。我不由想起我2年前在网上看到的一篇有关他的采访，在那篇报道里，他轻描淡写提到过，在国外读书是家里给他的历练。他在国外时因为没资格去证券公司兼职，所以帮同学操作股票，做他们的基金经理，以此赚了不少佣金。我当时还在屏幕前笑他，说资本家真是天生就会想各种各样的赚钱方法。现在看来，他赚的那点钱恐怕都在我妈的疗养费里。这时我发现公交车上的人都频频看我，一抹脸，才发现我已经哭成了狗。下公交时，天已经彻底黑了。我租的地方是个老小区，回家时要经过一条漆黑的小巷子。平时如果晚上回家经过这里，我都会有些害怕。可是今天我整个人都有些恍惚，所以等我发现有人靠近时，那人已经走到我跟前了。你要干什么？大声呵斥。对方是个个头不高，长得有些猥琐的男的。你是钱高的女儿吧？你爸当年骗了老子的钱，你是不是应该替他还？你胡说，我爸没有骗人，他是被人骗了去做担保，是那个人骗钱，我管谁骗了你爸，反正老子的钱没要到，你现在就赔10万给我。这人简直就是个无赖。在他靠近时，摸出一瓶防狼喷雾对着他喷过去，听到他一声惨叫，我立马拔腿就跑，但我的防狼喷雾大概是过期了，那猥琐男居然很快又追了上来，他一把揪住了我，嘴里还骂骂咧咧的，你爸是个不要脸的骗子，你是个婊子。我彻底被激怒，几乎用尽全身力气朝他打去。我爸不是骗子，钱不是他骗的，他临死前都还在想方设法还钱，你凭什么这么说他？你们凭什么那么逼他？我说着说着哭得喘不上气来，被对方一把推倒在地，眼看他就要上来揍我，这时一个身影突然窜了出来，一脚将他踹飞在地，紧接着朝我走来。没事了，我终于忍不住扑在他怀里，痛哭流涕喊：薄以晨，你怎么才来？你怎么来的这么晚？薄以晨紧紧抱着我，对不起，是我来晚了。猥琐男被送去了警局，从警局出来后，老板亲自送我回了家。之后的事发生的有些意料之外，但又有些情理之中。总而言之就是我又把老板睡了。温存之后，我被他揽在怀里，他问我为什么当初在他屁股后面追了10年，突然就不追了。我原本以为这辈子我都不会跟他说起这个话题，但是今天我觉得不应该瞒他。我把恶毒女配来找过我的事，还有他酒后的话同他说了。他失笑，捏了一把我的脸，用你的脚趾头想想，我叫的到底是谁的名字？我脸红，确定当初是乌龙。他有些气，就为着你之后就再也不理我，见到我就躲，甚至也不来问我要个答案。当然不止这一件事，醉酒的第2天，家里就出事了。我6神无主，就去找他，想要寻求一点安慰。可是没想到，我听到了他即将出国的消息。然而这件事他从来没有说过。我当时万念俱灰，只觉得多年的情也温不热一颗冰冷的心。当时就决定斩断我的妄念，再也不要消想这人。女人对自己狠起来的时候是真狠啊！薄以晨将我抱紧，我当初出国不是自愿，是被逼去的。对这个答案，在我妈跟我说那些话时，我就已经猜到了。我叹了口气，回抱住了她。我心想，就让我再贪恋这最后一晚吧。我起了个大早，在厨房做早餐。薄以晨起床后，从后面抱住我，头搁在我肩膀上。我在国外的时候就想过这个场景，这几年我贫嘴惯了，当即回他：老板，那你想象力有些缺乏啊。他似乎有些无奈，你怎么又叫我老板？你本来就是我老板。我用手肘戳了戳他，快去洗漱，马上好了。他在我脸上亲了一下，心满意足的去洗漱。我只觉得鼻头发酸。吃过早饭，薄以晨对我说：你搬去我那吧，省得跑来跑去。还有阿姨的疗养费你就甭操心了，有我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打断了他：老板，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他一愣，什么事？我尽力挤出一个笑容，你看咱们俩都是成年人了，即使昨晚和上次根本算不上什么，咱俩就当什么事也没发生过，行吗？你什么意思？薄以晨脸色沉了下来。我说了，我从来没有跟谁定过亲。他顿了下，又对我说：我只想要你。鼻头酸得更厉害了。我有些艰难的张口，有些事过去了就是过去了，有些人错过了就是错过了。薄以晨，我们回不去了。他脸色黑得吓人，一双眼睛紧紧盯着我，咬牙切齿问我是不是因为李木博？你真喜欢上他了？李木博是男神的名字。我沉默了。薄以晨果然怒极，起身摔门而去。我想这样被他误会也好，我已经不是曾经的钱苏苏了，现在的我既不天真也不纯良，有的只有市侩。我跟他原本就是天差地别，现在我更配不上他了。老板心情不佳，全公司的人都安如鹌鹑，只有男神出差回来毫不在意氛围，约我上天台。苏苏，我猜到他要同我说什么，在他说话之前，我先开了口，我有个好消息想跟你分享，我和初恋重逢了。你是我在公司最好的朋友，我想你会祝福我的，对吧？经历了昨晚，我不想再自己骗自己。从过去到现在，我的确一直有一个喜欢的人，那个人叫薄以晨。即使我和他不会在一起，但我也不想骗男神。男神脸色一僵，随即挤出了比哭还难看的笑。这样吗？那祝福你幸福。我继续微笑，谢谢你。男神看着我，忽然伸手拥抱了我一下。认识你2年，一直觉得你眼中无光，只有看老板时，你眼里的光才会亮一下。我本来觉得自己或许也能成为那个特例，但是我想错了。祝福你。男神苦笑了一下，你呀，果然是最心狠的那个。看着男神离开天台的背影，我心中只剩下抱歉。每次和他说话，我都努力逗他笑，就好像薄以晨一直在我身边一样。从天台下来，我发现同事们都一脸暧昧的看着我。李秘书面无
无表情对我宣布：“老板找你。”等我来到老板办公室门口，门突然就开了，一只手伸出来，将我猛地拽了进去。办公室里一片漆黑，我被人压在门上，动弹不得。就听见老板咬牙切齿问我：“钱苏苏，你非要跟别的男人搂搂抱抱来气我是不是？”我没，我刚开口准备为自己申辩，一个吻铺天盖地落了下来，我顿时被一种淡淡的青木香气包围，是薄以晨的味道，心跳得太快了，我怀疑我要晕倒了，然后我就真的晕了过去。上午10点，老板办公室清洁，也就重来了3遍搞定。中午12点，下楼为老板买饭，并且要在10分钟内完成买饭上楼，并且在老板面前完美接待一系列操作。下午2点，为老板在休息间铺床，供他休息15分钟，因为嫌我铺的不够平整，反复铺了3遍。下午4点，一杯55度无糖无奶300毫升，多1分不美少1分不行的埃塞俄比亚耶加雪咖啡准点送到老板手边，如此做了3次，才让老板喝下一口。我怀疑老板是不是跟3有仇。下午6点，我去到老板家中，为他准备精美晚餐。不知是不是我的怨念太浓，这次老板居然没有叫我返工。更令我惊悚的是，我竟为此隐隐有些欣喜。难道我被磨出了奴性？等给老板收拾完碗筷，我跟老板告辞：“老板，那我先回去了。”我刚换好鞋，就见老板突然朝我走来。老板靠着吧台站着，问我错了吗？当然错了。老板说：“我错那我就错。”老板你说，我洗耳恭听。老板脸一黑，指了下门，我麻溜的滚了。我本以为第一天我就见证了做老板生活秘书的难度天花板，结果第2天我发现第一天不过是青铜级别，就这么连着伺候老板5天后，我萎了。同事看着我面如死灰的脸，说了句大逆不道的话：“苏苏，你是不是得罪了老板啊？”我欲哭无泪，我也很想知道啊。好不容易熬到了休息日，我瘫在沙发上宛如一条死狗，而我的怨种闺蜜却还不忘挖我的八卦，让我将酒店一夜原本都说给了她听。在闺蜜尖叫800遍后，我无奈捂住她的嘴：“你别叫，等会扫黄的来了。”可以啊，钱苏苏，我让你去跟男神表白，你直接睡了你老板，你这脑袋瓜子也有开窍的一天。闺蜜笑得像个变态，你这算不算是宫女爬上龙床？飞黄腾达指日可待啊！我的思绪却已飘远，还在思考一个问题，到底是为什么呢？我跟你说，苏苏，趁此机会你干脆放弃什么男神？你公司同事不是说男神有3分长得像你老板吗？还说他是老板的平替，你正品都拿下了，就别惦记山寨了吧。钱苏苏，你有没有听我在说啊？闺蜜突然一把捏住我的脸，痛！我回过神来，哭笑不得。毛毛，你别说笑了，老板那种高岭之花，我可不配。你不试试怎么知道？我看他，你怎么知道我没试过？闺蜜大笑3声，嘲笑我，就你那怂胆，是真的。5年前我试过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其实我认识他15年了，我俩青梅竹马，我之前暗恋了他10年。闺蜜翻了个大大的白眼，停，你这故事编的也太假了，你要是去当编剧，保准是写脑残剧。嗨，我说了真话，他也不信了。休整了2天，我稍稍恢复了些许元气，给老板打扫完办公室出来后，我坐在工位上忍不住叹气，一道阴影投下，我抬头就见男神站在我工位前冲我微笑，还没吃早饭吧？男神问我，我惊讶，你怎么知道？男神笑了笑，我前几天不是外派了吗？一回来就听说你临时被调去给老板做生活秘书了，我猜你应该没时间吃，给你买的。男神递了个袋子给我，牛油果3文鱼三明治，不知道你喜欢不？男神话还没说完，横空出现一只手将3明治拦截，他不能吃。老板冷着脸将袋子塞回给男神，在男神诧异的表情下，老板难得解释了句他牛油果过敏。这下男神已经不是诧异，而是惊愕了。老板却没管他，目光对准我，没吃早餐。我一动不敢动，机械式点头。老板皱了下眉，跟我进来。从警局出来后，薄以晨将我带回了家，我这才了解到，原来他一直没有放弃过帮我寻找那个骗了我爸的人。那人逃到了国外，换了国籍和身份，可还是被他找到了。他以谈合作的理由将对方约来了公司，早就通知了警察，来了个瓮中捉鳖。我情绪平复下来，可身体还是抖得厉害，也不知道是害怕还是激动。如果谁帮你抓到了那个骗子，你就嫁给谁，你不会抵赖吧？我怔住，我的确说过这样的话，在和那个叔叔通邮件的时候，当时叔叔难得询问了我生活上的事，问我有没有男朋友，我怕叔叔要给我安排相亲，就告诉叔叔我暂时没这个想法，如果有谁能帮我找到骗子，我就嫁给谁。我结舌，我就随口说的，你怎么还当真了？这是你心底最大的渴望，我当然要当真。薄以晨将我抱紧了些，总之你不许赖皮。我将脸埋进他怀里，轻轻嗯了一声，在这一刻我才明白。所谓的配不上，只不过是我之前自尊心作祟。可是薄以晨这么骄傲的一个人，却早已为我放下了他的自尊。想到不久前我才豪言壮志说不跟他再续前缘，现在打脸却来得如此之快，真香！薄以晨突然一个翻身，将我压在身下，之后的事不便细说。睡后，他微眯着眼睛，略带威胁地问我还清白吗？我愣了下，随即反应过来，你偷听我跟男神说话，难怪那天男神突然话语拐了弯，老板脸都绿了。什么男神？我赶忙用嘴堵住他，用实际行动告诉他，你才是我从头到尾最深爱的那个人。我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有个问题我想了很久了，质问他说你是不是很小的时候就喜欢我了？薄以晨看着我笑，现在才反应过来，所以你在采访里说的那个年少时期就喜欢的人是我。薄以晨继续笑，嗯了一声。我磨牙，那我以前追你的时候，你干嘛不答应我？薄以晨笑着亲了一口，当然是因为你跟在我屁股后面追着跑的样子实在太可爱了。